所以啊，很多朋友们啊，你们看，财富自由的人依然是有很强大的精神信仰和往生的这种给自己找一个好去处的意愿，并不是说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只是针对那些很绝望的、很贫穷的人的哈，这个大家不要有这种误解。应该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而且他说他念佛2-3年，之前他会有就是经常的这个失眠，睡不着觉嘛。因为这个压力特别大，他之前在这个工作压力很大的地方，所以他有那种失眠。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失眠，然后内分泌紊乱。然后他之前用这个，他先是入这个针灸，因为之前是针灸治好了他失眠。他自己自学了，不是自学，他去上课，在这边上了针灸之后，他发觉针灸只能治疗这种机体上的不适，帮你这个通一下这种，但真正的身体其实是由心灵控制的。所以如果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能又回到我这个说法了，就是能控制自己，不要有这么多杂念。我们每天的看的信息量，尤其是现在人啊，就是看这种短视频啊，各种信息爆炸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拿起手机来就会不自主的，根本不是你的自我意识在控制，你就要去刷这些视频，而你刷多久也不是你自我意识的控制，无非就是比如说太晚了，你第二天要上班了，或者说你要弄孩子了，你要干什么了，你才停住。而你想停下来时间，你是从来都停不下来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完全就不是由你自己控制了，是吧？包括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对吧？你每天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除了就是我们吃喝拉撒、上班、带小孩那些时间段比较忙，你没有时间去多想。但是你一旦停下来，这么多的杂念全都是在耗自己的脑子，而如果你能把这些能量集中，首先就是平静，静下来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然后你能把这些能量集中于你真正想的，比如说你想去净土，你就去念一些法号佛号，然后去修这个。之后他就发觉他念佛的2-3年之内都没有生过什么大病，最多就是一个小感冒，然后很快就好了。还是有一定的显化的，我觉得。他觉得这个显化非常大，而且就是因为他也要管理团队嘛，有一些人就是不听管的。如果是以前就是他发下去的什么任务，那个人会不理的，就不做。和国内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如果以前他就会生气，或者说他要想办法，或者说不让他这个人在这个团队或者怎么样。他现在就是放宽心了，他不去做的话，他就会告诉客户，这个人可能没有时间。之前他就会生气，也会生气，现在他就不光不生气，还要为那个人说话，就是说，哎呀，他可能最近比较忙，然后让客户再等一等啊什么的，真的心态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最近对特别慈悲，而且最近我也有一个心理上过不去的坎儿，我就向他请教，也是之前上一期我说过，其实我父亲那方面，其实我有这个意识到，就是说随着父亲的年龄增大，包括这个我有这个几世的轮回的这种人生观嘛，我就觉得不应该说我们这一世的不愉快不应该就是戛然而止，应该是把它处理掉，把它化解掉，然后对，然后所以我就有意识的去连接我的父亲。对，但是就是给到反馈并不是特别如意，就是他说的一些话还是非常的刺痛人。就是一些就是我有改变，但是对方是的，就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嘛，所以就是我就特别受伤害，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我单方面的努力并没办法去改变什么这一世，甚至在他走之前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然后我就不确定要不要进行下去，我就找这位师兄
就是问他这个怎么解决嘛，然后他就是给了我一个，就是基本上一句话就点通我了，他也是我开塞露，就是他就说这些人都是混沌的，就是他们就是不清醒的，都是在说胡话，就是他们就像在做梦里一样，就是伤人而不自知。对，所以说你不要把一些在做梦的人，像你是清醒的，而你不要认为这种做梦的人，他们在做梦，就像有的人在喝完酒后说的胡话，你会去再放在心上吗？不会啊。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就点通我了，就是哪怕他们说的这些话还是刺痛我，或者说他们是本身就是有偏见的，但是那是他们不清醒的，他们是不清醒的，但我是清醒的，所以就是我还是会尝试去进一步，而且这些话不会再伤到我了，就是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就我不要把别人的这种犯的过错变成惩罚自己，是吧？对，所以就是我还是会进一步的去接触，尽量的让他们在他们的层面不留下遗憾。至于我的话，其实我心里早就已经和解了。所以说这是我之后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你做的首先特别对，然后你的师傅说的更对，就是这个不能称之为师傅，因为他师兄，其实所有能够给我让我学到的话都是师兄。师傅的话，我觉得这位师兄说的特别好，就是他的这个点的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而且我觉得你做的也很对，很有勇气，而且你要是想提升的话，你就得这么做，做的一点没有错，然后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的负面的东西，我觉得你做的特别的好，就是应该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也这么说。因为你达到一定层次之后，你才会这么去做。你其实心里都明知道可能不会得到一个好的感受，但是你还是比较勇敢的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说，对方的反应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已经尽心尽力了，而且以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有爱的一种角度吧去做事情。我觉得已经算是从心理到行为上已经比较合一的一种状态了啊，做得特别好。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一个很大的心结。从我很多年之前开始做清醒梦的时候，当时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训练的项目，就是今天你入梦的时候要去找到你人生的心结。当时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心结是什么。然后就是找到了，这是其中一个，这个不是在我出梦之后找到的，就是它有一个像非常惊奇。当时我的先生睡在我旁边，我醒来之后看着他居然他的脸就变成了我父亲的脸。就是我怎么看，就是他俩的脸，就一个是西人，一个是亚洲人，这个脸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但是我怎么看他就是我父亲的脸。然后我就觉得好神奇，就是怎么看就是他的脸，我怎么仔细看怎么都是他的脸。然后我就知道他要给我传递的信息就是这个是我的心结。当时然后我再去想，我才发觉这个确实是因为当时我一直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我不愿意去接受，我就想这一辈子可能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我永远不见他。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甚至我就把这个念头甚至都封闭了。我就甚至我都不知道这是我的一个心结，但那一刻我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就是我的心结。然后我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消化，我才说去鼓足勇气去说要去跨进一步。就你想去化解这个恨。其实也不是恨了，恨其实是一个很耗能量的东西，我不敢去恨任何一个人，因为恨是能够伤自己是最深的。就我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恨一个人，你要么就把它解决了，你要么就不恨这个人，因为没有行动的恨完全都是妄想，就是在伤害自己。
对的。哎，你太明白了，太通透了。所以我是没有什么，一个是说我的身体担不起我这个恨的能量，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就没必要，真的就像生气一样，都是在伤自己。其实你的还是根性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恨的这种力量啊太强大，我们也是很难自拔的。就是你的根基还是比较不错的嘛，所以说这一切还在你的掌控当中。你应该也是一个确实是前世的修行者，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根基。确实就是像我，其实我是没有意识的，但是一直有人说我有这种根基。对，其实我们家里就是很反对，应该说是很反对宗教的。当然我母亲是可以，但是我父亲那方面，因为他们是受到迫害的，所以他们非常的反感这个宗教，而且宗教的话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涉及到政治问题，咱们就不谈了。反正就是很深受其害，忌讳的，很忌讳这方面的，明白，对，这个就是大家的自由嘛，他们有他们的自由嘛，你也有你的信仰自由，这个很对，你也没有错，他们也没有错，其实都是正常的。对，这个看一个人什么叫错不错，其实在我的世界观里也没有对和错。很好，那你很棒，很好，很厉害。谢谢老师表扬。没有，来自朋友的表扬，不是老师。我觉得这个你每次都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很好，就是好像作为一个老师在点评一样，感觉是。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作为在我身边的人吧，可能都是很是非观那种对立的。然后我觉得能遇到，因为咱们没有见过面嘛，不是现实中的朋友嘛，我们属于网络的这种朋友嘛，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去表达这样的一种让我听着很舒服的观点，我就会忍不住的去不停的点赞。因为生活中没有这个机会啊，没有人去表达这种东西，所以想找共鸣也找不到。我觉得就是圈子太重要了。一个是我从国内到加拿大的这个圈子换了之后，我就觉得亲近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是玩游戏玩得很沉迷的一个人，从游戏圈换到玄学圈。这个圈子也给了我很大的改进，就是虽然学圈也很杂，就是他们也有很多底层的人，就是为了生计或者说或者搞一些迷信的东西，确实有，但是这些东西是我们能分辨的，而最后能留下来和我有交集，能够成为朋友的人，我觉得都要比我厉害很多，就自从入了这个玄学圈，我才认识到那些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说世俗能力方面，都是高不可攀的人。这点非常重要。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虽然有的人修行当中会说钱是邪恶的，是怎么样，你是要去放下这些执念的，但是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工具，你为什么先要把它定义为邪不邪恶呢？对，这个主要还是看用的人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如果一个心地很善良、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他掌握了钱和权力之后，他一定会，对吧？他有更大的能力去改善这个社会。对，钱一定是中性的嘛，他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当然我的这个想法还是比较理想化，因为一个有权的人，其实他能够有权，其实还是有一些，对吧？这个路径就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规则，这种明面上规则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一个人有权之后，有可能他是知道比如说人脉啊，或者其他这种灰色地带获得的话，那确实是不太一样。就是我的说法也是比较理想化，但是我觉得
有理想才是有奋斗的目标嘛。好，你加油，看好你。不是说我要成为有钱的人，这种事情，但我觉得就是理想的，如果人们所有的人提升到一定的层次之后，他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没太听懂，其实具体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说有钱有权的人就会，比如说脏啊，因为他们获得的手段，因为这个社会的浊气是非常重的，而能够爬到顶层的人，很多时候是踩着别人上去的，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些不择手段的方式、形式啊，或者是人脉啊，或者各种事情，所以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心灵就已经没有那么纯粹了。这个是正确的。对，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不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对，所以说为什么会说有钱有权的人会是就是不纯粹啊、不干净啊，或者说就不是修行的人，就修的不好嘛，所以我们就要远离这些人。我是理解这种说法的，但是我的理想社会当中，如果每个人都提升到一定的境界了，我们的社会的架构不再是这样子了，甚至不再是金字塔型。就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当我们所有人灵性提升之后，我们的社会更像是去中心化的，更像是比特币那类，更像是现在自媒体，就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频道，然后这些所有的频道都可以连接起来，他们是一些正向的东西。是，明白。那你这个确实很前沿，可能未来世界真的会变成这样，或者说世界正朝着那个方向在走。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天生的每个人都有这种神通，我们都能看到别人的身体的颜色，然后你的情绪、你的想法，如果有污浊之气，你的头上就会有一层雾，黑黑的雾，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就是有认识师兄师姐，他们天生就能看到的，就是说他有一个师姐，就是他天生就能看到有的人头上有一团像雾黑蒙蒙的雾一样，然后他说经过他的验证，这些人都是心口不一的人，就是非常不好的人。他就能直接看到。如果当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气体能量的话，你怎么去掩饰啊？是的，骗子直接脑袋上面就有骗子的感觉了，对吧？对，就像我们看一个人面相不好，其实我们也不所有人都没有学过面相，但是我们就感觉这个人不好。对，这个感觉是有原因的，当然有的人准，有的人不准啊。但是还是有原因的。包括就是看见真相的小男孩那个里面，那本书里面说，就是他因为天生也有这种看见颜色的这种能力嘛，他也会看到这种黑色雾蒙蒙的，他会看到这个有的人就是腰上围着一圈鲜红色的这个能量，他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但我们大人看就知道，因为那个就是性能量，就是性欲非常强的时候会产生这种能量。然后他看到他接触的这些人，就是他的老师和他的这个现实的老师和灵界的老师，要么就是有头顶蓝色的能量，要么就是头顶黄色的能量，这些人是可信的。就他能直接看到一个小孩，他虽然没办法直接分辨人，但是他就能看到。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的话，就是大家就不会去想着我一有不好的想法，别人都能看到，那就不需要，对吧？不需要语言的交流，其实。所以更高维度或者说更高层次的世界，往往是更和谐的，因为可能很多这种让我们烦恼的一些东西，它就已经不存在了。对。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末法时代，其实就是地球会有这种
分化，然后他会一部分人会留在原来的原始的强者为王的这种世界会被慢慢淘汰，另一部分就是提升另外一个维度，然后但这是少部分人。太傻天书也是这样说的，就是第4密度的地球已经就是形成了，然后地球会有一个简单的洗牌吧，然后这些第3密度的人呢，大部分还是会存在，然后只不过慢慢的会投胎到其他的星球，然后符合第4密度这种能量维度的人会继续留在这里继续学习，然后我就是非常坚信我是属于那个第4维度的那一波人当中一个。其实我现在挺犹豫的，我都不知道我属不属于，就是我是有这个意识的，但是我的意识的层次要远远低于，和谁比吧？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认为的一个真相就是说，你要达到50%以上的去服务他人，也就是说，你心中的这个爱呢，更倾向于去服务他人，把他人的这些看得更重要一些。只要超过了50%，达到51%就可以，你就达到了毕业的门槛。然后你毕业之后呢，这一生的结束，你就会投胎到第4密度的世界了。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难，因为我从小就是挺喜欢，分享一些事情，能够尤其是一些方法呀，一些知识，我就喜欢。其实我做视频的最早的源头就是我实在憋不住了，我要分享出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我就一定要说出去。然后这个在佛教就叫法布施，这个对我包括就是现实当中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些问题，对吧？就是我也很乐意，就是这个好像就是天生的一个东西。但现在我的阶段就是我可能还得更专注于自己，而且阶段性的不同。但我觉得就是我天生就是一个喜欢去分享，对，服务他人的人是吗？对。那挺好的。那我们可以在第4密度的教室里面做主角了。太好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的这个心性，还是挺低的。说真的，就是我一直，如果你去年或者说哪怕几个月前去问我，我一定很自信说好，我们到时候那个地方见。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自己的不足实在太多了，就是了解的越多，越觉得自己就是越谦卑了一些，对吧？这不能算是谦卑吧，就是意识到，就像我刚开始学冰球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有多少东西，我就觉得我到冰上我就打呗，我就还能怎么样呢？我就无知无畏。但现在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会发觉，哎呦，我有好多东西要学，我有好多东西不行啊，然后路很长啊，就是这种感觉。那其实恰恰证明你学得好嘛，就是学的越多，反而发现自己不会的越多嘛，就这种感觉，其实是好事。就是你也不用担心你自己退步了，我觉得还是在进步当中啊。能这么想，肯定是在进步当中。你要是说越学越自大，越觉得自己无敌了、很厉害了，其实那可能反而是退步了。所以像你这种很谦虚的状态，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可能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修得越高的人，他越谦虚。对，就是有种感觉，就是谦虚到那个土里面了，就是我感觉没有自我了。对，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我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他们确实就是真的这么认为，他们不是这个表面上的这种，不是虚伪的，对，是真实，是这样。对，我也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一定不会把自己看的是无比重要的，对吧？所以通过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人的灵性的就是程度吧。如果说他是一个不是很在意自己，然后更多在意是别人的感受，愿意为别人去化解呀，或者说去说话去发声的人，我觉得其实他的灵性根性一定是不差的。如果说一个人只是想去展示自我，然后完全不在意别人的感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可能不是说太这种心中有他人有众生的这种人。再就是有一些人他的慈悲是直接体现在行动上的，比如说就是
对吧？看见猫猫狗狗啊需要帮助的人呢，他就是可能会不计代价的去帮助啊。这种我觉得就算有一些可能不是很有智慧，但是至少他心中是有众生的，有他人的。说到这点，就是要说一下，就是哪怕佛也不是帮助所有人的，他只帮助有缘人。这个有缘人怎么定义？其实就是当你求助了，你认识到自己了，还是回到那个话题，包括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郭先生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智慧不够。对，就是你就类似于我这个身体不好，然后就是还是要沉下心来，就是面对自己，智慧不够的时候去帮人，很容易被利用到。所以你修的时候一定是双修，一定是修智慧，然后再修善心，对，两个一定要并存，不然的话就是白搭，被人利用，对吧？为什么现在老实人是个贬义词？就是这个道理。对，福慧双修，就是佛教是很讲究智慧的，不是只是一味的让我们去付出，不求回报。对，这个付出的同时就是回报，但是就是你还是得保护自己。之前看的一个新闻，就是开素食的餐厅，每次都给流浪汉免费的吃食物，然后呢，最后倒闭了。为什么？因为那流浪汉拉肚子了，就告了这个餐厅，然后这个餐厅就赔了很多钱，就倒闭了。一定要有方法去救人。其实做慈善、做善事和创业都是很讲究的。对，就是都是需要保护自己，都是一个很复杂的流程。你怎么能帮到真正的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被别人利用呢？这个东西就是非常要有智慧的。是，如果说帮的适得其反，最后自己起了很强大那种嗔恨心，反而可能会对自己的修行不利。对，是的，所以说这个我认可。对，所以为什么是只帮有缘人呢？他知道就是有很多综合的因素。为什么只说有缘人？这个有缘人好像很玄学，就我们这个今世是缘分啊，什么叫缘分啊？这个好玄学的东西，你怎么具体的解释1、2、3、4呢？其实就有很多点，对吧？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点，一个是保护自己，然后认识到对方是什么样的心。你要是能识别这个人，然后认识到对方的阶段在什么阶段，认识到自己能帮助到对方什么，这个东西都太复杂了，所以复杂到你没办法一句话解释，只能解释为有缘人。是的，我现在的感触就是一定是在我能力之内的，不能说去逞能去逞强，做我很费劲或者说我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去布施嘛，那我有100块钱，我布施1块钱，这个是可以的，我也能接受。那我不能过度的去布施，那我最后自己可能也会去抱怨或者有负面的情绪。这个东西就是你布施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信佛什么的想法就是要有回报。就这个出发点可能稍微，当然你只要是愿意去接触一些好的事情，总归是好的。但是就是说你布施的，我觉得布施的那一瞬间就是最美好的。对，之前我上学的时候，我有经常很晚回家，半夜1、2点。然后有一次出了地铁，一个女士大概看起来50来岁吧，但我感觉她只有30多岁，她应该只有30多岁，但是看起来50多岁，因为她是吸毒的，但当时我不知道。她就跑过来很哭，就是带着哭腔跟我说了一大堆，她什么儿子啊侄子什么有什么事儿，然后其实就是想问我要钱嘛，然后我看着她这个感觉就是很可怜。当时我也没什么钱，但是我就把我那个20刀，就是人民币100块钱给了他，然后我就觉得我做了这个事情很开心，我就回家了。1年后的同一个车站，差不多同样的时间，他又跑过来了，用同样的故事跟我说。当时我就板着脸
听他说的差不多，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把之前那个20刀还给我，然后他就跑了。这是个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对，然后我就想哎呀我被骗了，就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就觉得很生气。后来呢，等到现在如果我再来看，甚至几年前我再去看这个事情，我可能还会，如果我当时有20块钱，我还会再给他20块钱。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可能用各种谎话去骗你，可能为了就去买一个什么吸个毒打个针什么的，但是你不明白他背后他的前因后果，他所有漫长的苦痛当中，也许这20刀你能给他10分钟20分钟的快乐，你能让他离开这个世界飘个10分20分，这个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暂时的解脱。之前我看一个华人油管上面采访这些就是吸毒的人流浪汉，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就有一个女生面相长得非常像我，就是这个问我要钱的这个女生，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吸毒的这些女生长得都是这个面相。因为他们的这个精神全都被吸干了，然后他们的脸上面就会有特别多的皱纹，然后都是皮包骨的这种感觉。他们就会长得特别像，而且他们长得非常凶。他们长得非常凶的原因就是他们要保护自己，因为一个女性流浪汉是非常危险的，比狗都危险。在外面，所以就是他们要长得很凶，要来保护自己，各种身上纹各种身。然后那个女生就是从小被家暴被性侵，然后她当中尝试过2次跑去警察局去求助，警察都把她送回到她父亲的手中。就是这个剧本如果我拿到，我可能比她早死个20年。就是这种剧本，就是他们不是自己选的，这种你永远不知道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如果今天我再碰到这个人，如果我有20刀，我还会再给他。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不去评判他，不去评判，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他拿到剧本是他无力改变的，他能活到现在已经就是庆幸了。就我拿到那个剧本，其实我细的没有讲，因为实在太残酷了。对，就是我看到这里，我觉得我拿到这个剧本，我都活不过第1集的感觉。是，真的是这样，未经他人苦就是这样。我认可这个观点，所以就是其实你这还是慈悲嘛，就是比较慈悲的一种观念嘛。就虽然我们大家会觉得这是社会不认可的一种人，但是你会觉得他有他的因果，他也并非这是他所愿，对吧？他也只是受这种东西的一种因果报应吧，相当于。甚至我都不敢去想说，如果一个人受了什么难，一定是一个因果报应吗？一定是报应吗？就这种东西很难说，我也不去评判。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给他一些短暂的一些解脱，这个也是好的。就其他的就不是我能够去，我觉得想都太多余了，对我来说。佛说世界是因果的嘛，然后其实我是比较相信他的说法的。这个咱们怎么想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就是说相当于导师告诉我们嘛，那我们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世界不是因果的话，那就太不公平了吧，或者说那这个世界就更没有道理了。那如果说就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世界的话，我觉得它甚至不如一个因果的世界，那我们更有理由要早日离开这样一个世界了。其实我觉得就是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2元的去看待，这2元是对立的，而这个2元对立在同时存在我的内心。就是我是认同有因果说的，就像你说的上师说的有因果有轮回，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好与不好的事情，我是相信它是有来头，我是愿意去接受它，我是愿意去修行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如果换到别人身上，我不愿意去说这个人从小就被虐待是因为他上一世怎么样，那我看不到上一世，所以我不愿意用这个因果说去解释。对，
就是可能这个只是一个观念，我们不一定说要去宣之于口嘛，就是我们不是用这个，对，甚至我不会去宣传它，对，因为有的人总是会带偏，有的人总是会跑偏说哦你活该你活该这样子，还给他背刺。对，哎，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那佛法其实它也是中立的，那我们好人可能善人就会拿它做一些安慰人的事，那如果放到了那种对吧比较负能量的人，他可能用来埋汰人或者说去攻击人，这个也是可以的。看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对，我觉得我使用任何的话语或者说认识任何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唯一的原则，就是这个人对我和对他人是好的，我基本上就会用。如果他是负面的，对我是不好的，如果说是比如说他是对我有教育或者借鉴作用、警示作用，我是会留下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一些不好的，就是我去相信这个东西，我相信我们人类是住在地球监狱里面，因为我有什么最大的罪孽，这个东西我就不去想它，我更愿意去相信我过来是来修行，是有课题的，我是会一步步提升的。这个想法对我有用的、有好处的，对，是你关激励注我的。的是它的积极面，不是它的消极面，不是抱怨的这种角度。对，如果你认为你天生就是有罪的，你就是囚禁在这个地球监狱里面的，那就是你整个人就会非常消极，你活的就没有色彩。其实他双方讲的都有道理，其实就类似于说像减肥一样，如果我正面的去刺激你，我会说你应该更自律、更完美，因为本身你已经非常优秀了，你应该更加的怎么样。但是如果反向的去刺激你，我就说那你这样是不好看的，你是怎么样埋汰你，对吧？那其实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嘛，但是天壤之别。对，它就是两种说法吧。我也是更喜欢那种积极的这种说法，就是你再去抱怨现状不可改变啊、阶级啊、层次啊、社会啊，我觉得它实际上无济于事嘛，你什么都改变不了。那不如就看着好的那一面，然后去提升自我嘛，这个是在我们自己的掌控能力范围的。对，哪怕我真的在监狱里，就是哪怕我今天因为什么事情被关进去，我会觉得我也会找监狱的优点，比如说他作息正常。我懂，就是你想笑着去把这个时光度过啊，而不是去抱怨，每天去哭。而且比如说失业的时候，我有更多时间去学习，对吧？我有更多的掌握自我的时间，对吧？总是往好的想，然后去积极的推动它，才会越来越好。所以乐观的人真的他其实就是自带能量、自带光源，他总是去发射光芒，而不是去吸取别人的能量。对，有这种感觉。挺好的，你这个真的很不错。就是总是传达一种正能量的言论，我觉得因为你的内心本身就是光明的，所以你也知道社会存在那些负面的阴暗的东西，但是你不愿意让它遮住你的光芒，你不会找一个理由把你自己的本性，把你的这种能量给它挡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前进的一个方向嘛，就是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其实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成长经历啊，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或者说思考，或者怎么样，遇到一些事情才能消化掉。有一个过程，对，提升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意愿，要有提升的意愿。如果说觉得自己已经很圆满了，或者说已经是当下就是圆满的，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如果就是觉得我什么都无所谓，然后爱怎么样，然后那些东西都跟我没有关系，或者说我只看重最短时的利益，我不想投资一个很长久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点短视的，或者说比较盲目的拒绝了一个可能比较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吧。只是说这种可能性，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之前跟 Neil 聊也是，他也是觉得人还是保持开放比较好。就如果说一个东西，佛学也好啊，灵性也好，转世也好，我们觉得它玄的有点不靠谱，其实这个也正常。但是
如果能用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一些，或者说接触一些，不评判的去，先听别人讲一讲，有一个耐心，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收获。因为之前有那个，就是我们这边有个老梁讲故事，他其实就讲了，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去相信那些转世啊，或者鬼神呢？他说你相信这些，其实对你没有坏处啊。他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那些东西是真的，那如果你按照他们的一些劝告做对了事情，对你没有坏处啊。如果他们这些佛菩萨神仙他们是不存在的，那你做了那些好事啊，或者那些他们劝解我们去做的事情，对你也没有损失啊。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很唯物的人去讲这个东西也有道理。因为就算你不信，但是如果你不，就是说虽然你不是真的相信，但是你听劝，他告诉你不要去杀生，不要去祸害别人，骗别人钱财，你也真的去做了，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损失。其实这个阶段，我已经过了，因为我们家从小我妈妈就是会做预知梦，包括就是父母去世，我妈妈的父母去世的时候，她都能感应到这个灵体啊什么，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它不是一个在书本上的东西。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所以我说你根基好嘛，你就是有很多的好的助缘，你真的天之骄子，你应该很珍惜你的这一生的缘分。你这个话夸的太，我就没有这些助缘。我觉得就是你还是在某个阶段，就比如说你看这种特别多的这种书嘛，它就是一个信息的摄入，到了一定阶段，你自然会有下一个阶段的启示。是，有这种感觉。还有40秒，我上个厕所，你要不再重新开一个？好的，好。又到时间了。你又要休息了，要睡觉了。我躺在床上听你们聊天呢。好吧，我们给你催眠。听你们聊还挺好的，就是输入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一些信息，我觉得互相给一些鼓励嘛。对，那你还要继续吗？还要继续听吗？我发给你吗？还是你要睡觉了？可以啊，发给我吧。好，那我发给你。好的，你困了就继续睡啊。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